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国际中医师石泽清美老师所著的《60岁开始不显老的人的中药饮食》这本书。大家最近身体状况如何呢？到了50多岁的时候，即使没有患上严重疾病，也会感觉到全身各处的不适，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我们的健康状况良好，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历身体的各种不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衰老。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无法阻止衰老。即使我们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衰老这一现象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特别是如果经常暴饮暴食，食用油腻的食物，每天吃甜食，或者每晚喝酒的话，衰老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但反过来说，仅仅通过重新审视饮食习惯，就可以有效减缓衰老的进程。只要过上健康的饮食生活，我们就能够抑制衰老的速度。无论是谁都希望尽可能的预防衰老，以健康的身体享受长寿的生活，对吧？因此，今天我想推荐的是石泽老师介绍的基于中医学的饮食。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其中的代表性就是中药。中药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部分，利用草药和自然的成分来治疗特定的病症。然而，日本中药已经摆脱了中医学的范畴，取得了日本独特的发展。在中医学的发展中，中药不仅仅是药物，而且是通过改善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进行整体管理的一部分。特别是通过将有益于身体的药膳融入日常饮食中，可以打造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在今天的视频中，我将参考这本彻底解释中药的书，介绍一种不依赖药物或补充剂，极其有效的预防衰老的饮食方式。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第二，从60岁开始要注意的5项饮食原则；第三，预防衰老的10大推荐食材。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请务必看到最后。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开始解释。我将详细解释一下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理念。《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经典教材，其开篇写道：若能持续保持养生的生活方式，便能实现天寿。而所谓的天寿，即指超过100岁的长寿。早衰和长寿之人究竟有何不同呢？这个简单的疑问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中医学致力于探索身心健康和长寿之道，被视为一种综合理论的集大成。衰老是个自然的过程，尽管我们无法完全阻止衰老，但通过注意饮食可以减缓衰老的速度。这是中医学的基本理念。中医学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医学之一，强调身体内不断循环的3个基本要素：气、血、水。它们对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气、血、水3者相互关联，一旦其中一项出现不均衡或不足，就会影响其他2者，导致整体健康出现问题。这3者必须保持平衡。首先，请大家牢记这一点。接下来，让我逐一解释一下这3个基本要素。首先，气在广义上代表着生命能量，是支撑着生物生命活动的能源。有一句谚语说：“病从气起”，这意味着气会影响心灵或精神状态，进而影响整体的气，即生命力。这种抽象概念的气在西方医学中并不存在，这反映了东西方医学理论的差异。在中医学中，比较注重心理状态对健康的重要性，因此重视气这一概念。虽然气和心理状态是看不见的，但它们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要素。接下来是血，血指的是血液，它会在人体中循环，运输营养和氧气等重要物质，为各个器官和细胞提供必要的支持，以确保它们能正常运作。血液不足会导致皮肤干燥、指甲脆弱，并影响精神状态的稳定。由于营养输送功能的减弱，会导致身体失去平衡。最后是水，水指的是人体的淋巴液、汗水、尿液、口水、
鼻涕等全身的液体。水循环于人体各处，滋润着皮肤、眼睛、鼻子等黏膜组织，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水分不足会导致干燥和器官功能性障碍，而过多的水分则可能引发水肿和麻木等问题。因此，中医学认为，当气、血、水三者充足时，人体处于健康状态。如果气、血、水这三者不足的话，我们就会感到不适。在中医学中，这里所说的不足是以虚来表达的。中医学通过补充虚来解决各种不适的问题。那么，用什么来补充虚呢？答案就是我们的日常饮食。引用中医学的专业术语，补充气被称为理气，补充血被称为活血，补充水被称为生津，排出水分则被称为利水、利尿或利湿。根据身体的不同症状，通过食物补充气、血、水，来调整身体的各种不适。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人体生命活动的三要素：气、血、水。但在中医学中，构成人体的要素主要是心、肝、脾、肺、肾等五脏。我们都听过五脏六腑的说法，五脏主要指心、肝、脾、肺、肾这5个重要的器官。在西医学中，它们分别指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而在中医学中，与西方医学中的器官不同，五脏的概念有着更广泛的含义。例如，心主要是指血液循环和精神活动的主导者，肝主要负责循环体内的气和储存血液，脾主要负责消化和补充气，肺负责呼吸和调节气、血、水的循环，肾则与生长发育和水的代谢有关。五脏理论与五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思想，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影响，代表了天地万物的循环。在五行思想中，每个器官都与一个形相对应，包括方位、颜色和情感等。例如，肝对应着木，情感是愤怒，影响的器官是眼睛，受影响的水是眼泪。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季节是春天，不同的季节会导致人体不同的身体反应。中国古代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到自然环境诸如酷暑和严寒等的影响。如果五脏中有一个出现不适的话，就会影响其他的脏器，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疾病。所以，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所有的五脏都必须正常的运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肾，虽然这有点复杂，但我会简单解释一下。精是构成人体生命的基本物质，存于肾中，其来源有2种，一是天生具备，由父母遗传而来，称为先天之精；二是由饮食中的营养物质转化而来，称为后天之精。精具有滋养全身器官组织的作用，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出生之前，先天之精为后天之精提供物质基础；出生之后，先天之精需要后天之精的滋养和培育，才能持续发挥作用。这2者结合，贮存于肾中，满足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的需要，合称为肾精。肾精的高峰期在30多岁，40岁以后会逐渐减少。随着年龄的增长，肾精的减少会加速衰老，导致各种不适。因此，通过均衡饮食，摄取营养，才能保持健康，避免衰老带来的各种不适。这正是中医学追求健康长寿的本质。接下来是第2部分，从60岁开始要注意的5项饮食原则。本书介绍了能增加肾精的5项饮食原则，它们是：1、摄取生命之源的食材；2、了解能够补肾的食材；3、避免让身体受凉；4、不要吃得过多；5、多样化饮食。接下来我将逐条详细解释。首先是第1项原则，摄取生命之源的食材。中医学中有一种思想叫做以脏补脏，以形补形，意思是如果某个器官功能减弱或者不足，就应该吃与其相似的食物来补充。比如，
如果想要强健骨骼，可以吃小鱼，连骨头一起食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寿命会逐渐缩短，这意味着生命之源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认为应该借助能够补充生命之源的食材。在中医学中，代表着生命之源的食材包括种子类和豆类食物等。种子类食物包括芝麻、核桃、腰果、栗子和松子等，而豆类食物包括黑豆和刀豆等。同时还有可以连皮一起食用的干果，如葡萄干、黑加仑、蓝莓、桑葚和李子等，都被认为是可以补充生命之源的食材。在这些食材中，尤其推荐的是黑豆、黑芝麻和核桃这三大种子类食物。黑豆的皮在中国药学经典《本草纲目》中被记录为一种药材，具有补血、调节体液的功效。黑豆被认为可以缓解疲劳，对于感到疲乏、精神不振的人来说，可能是因为体内血液不足，因此建议食用补血的黑豆。但需要注意的是，黑豆的消化相对比较困难，过量摄入可能适得其反。若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可以考虑以用黑豆茶来代替。黑芝麻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长寿的药食之物，它也被认为有补血的功效，同时还能为身体提供滋润。对于感到身体干燥的人来说，可以在米饭、蔬菜汤或味噌汤中加入一些黑芝麻，每天摄入一些。此外，黑芝麻还被认为有助于促进大脑功能，改善记忆力减退或精神不安的情况。如果您常常感到记忆力减退或精神不安，不妨多摄取一些黑芝麻。核桃也被记载在《本草纲目》中，被认为是一种生命之源的食物。尽管它并非用于治疗疾病，但对于一些感到不适或大脑运转缓慢的人来说，核桃具有改善作用，并可作为防止老化的食材之一。在中医学中，核桃被归类为阳性食物，而黑芝麻则是阴性食物，因此同时食用核桃和黑芝麻可以达到阴阳平衡，发挥更好的健康效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过量食用核桃可能导致消化不良，建议每天分早晚各食用3到4克，要注意适量。接下来是第2项原则，即了解能够补肾的食材。我将介绍一些有关补肾食材的知识。中药的原料被称为生药，它们有着性味和归经等详细的功效分类，如温热、寒凉、归经等。这些功效分类在中医学中被称为性味归经。举例来说，生姜具有温热的作用，可以缓解胃肠不适。每种中药原料都有其独特的功效和作用部位。现如今，我们周围的各种食材中，许多都曾被用作中药药材。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五脏中的肾对于健康长寿是至关重要的。从60岁开始，通过摄入有益于肾脏的中药食材，可以充实体内精气，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关于有益于补肾的食材，我将在第3部分做具体介绍。接下来是第3项原则，即避免让身体受凉。人体中也存在着一种保持身体温暖的能量。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保持温暖能力会逐渐减弱。即使您目前感觉不到寒冷，但到了60岁之后，身体保持温暖的能力肯定会逐渐下降。在这里，重要的是认识到寒冷对人体是一种天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免疫功能需要足够高的体温才能正常发挥。当我们感染风寒或患病时，体温升高是为了确保免疫系统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换句话说，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保持温暖的能力逐渐减弱，免疫系统也会变得不够活跃，导致身体虚弱。特别是在60岁以后，食用使身体温暖的食物对心理和身体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肉桂、丁香、生姜等调味品，通过在菜品中加入这些调料，可以提升身体的保暖功能。接下来是第4项原则，即不要吃得过多。当体内的气、血、水循环受阻时，会导致身体不适，同时也会加速衰老。特别是在60岁后，需要特别注意避免暴饮暴食。
过度进食会导致体内循环不畅，引发肥胖、失眠、疲劳等问题，同时也增加患生活习惯病的风险。此外，我们不仅需要注意过度进食，还需要注意调味料的使用量，特别是那些富含糖分和高脂肪的食物会影响血液循环，因此我们应该控制它们的摄入量。有一句话说：“常吃8分饱，不把医生找。”避免过度进食是保持健康饮食的重要原则之一。最后是第5项原则，即多样化饮食。只是因为某种食材对健康有益，就一味的持续食用，反而可能导致营养失衡，影响身体健康。在中医学中，药材作为中药的原料具有5种味道，即酸、甜、苦、辣、咸。其中甜味有滋养作用，苦味有促进胃肠功能的作用，辣味则能够促进体内循环。不同的味道也会带来不同的功效。由于不同的食材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和作用部位也不同，因此平衡摄入各种食材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处于健康状态。任何食物过量摄入都会有害，所以要意识到适量摄入各种食材。接下来是第3部分，预防衰老的10大推荐食材。我们将详细探讨对肾脏健康有益、有助于保持健康体魄的食材。以下是特别推荐的10种防止老化的食材：1、山药； 2、西兰花、花菜； 3、韭菜； 4、香菇、金针菇、鸡菇； 5、青鱼、鳗鱼、尾鱼； 6、蛤蜊； 7、虾； 8、猪肉； 9、猪肝； 10、羊肉。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介绍这些食材。首先是山药，作为一种有助于增强体力、保持健康的食材，特别推荐其滋补精气的功效。在古代中国，蒸熟后晾干的山药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山药不仅有助于恢复疲劳，还可以防止过多排尿和睡眠出汗导致的体内水分流失，为身体提供滋润。特别是在夏季容易出汗导致体内水分流失的时候，山药尤其推荐，可以作为预防夏季疲劳的良好选择。接下来是第2种食材，西兰花、花菜。它们是一种由许多小花蕾组成的蔬菜，每一个蕾都蓄积了开花所需的精气，这是中医学所认为的。西兰花被视为天赐的良药，以至于被称为穷人的医生，因为它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蔬菜，有助于强身健体。它不仅有助于内脏和肌肉骨骼的强化，还是一种预防衰老的食材。虽然它有助于消化，但并不具有温暖身体的作用，因此将西兰花加热后食用，将更有利于发挥其健康效果。你也可以将它添加到其他的炒菜等菜肴中，充分利用它的营养价值。接下来是第3种食材，韭菜。韭菜除了具有强身作用外，还有温暖身体的功效，因此它被广泛应用于草药中。特别是春季的韭菜柔软甘甜，中国药学书籍中有这样的记载：正月吃葱，2月吃韭菜，以此来提倡食用韭菜作为春季防寒的有效选择。其温暖身体的力量在现代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将它添加到火锅等中食用，效果尤为突出。韭菜有助于消除体内循环的不畅，使体温得以提升，与其强身作用相辅相成。当你感到疲倦或需要提振精神时，请积极食用韭菜吧。接下来是第4种食材，香菇、金针菇、鸡菇。蘑菇类食物在古代被认为具有神秘的生命力，香菇提供生命的滋润，金针菇有助于补血，鸡菇具有调节肠道和通便的作用，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改善体内水分循环。对于容易受凉的人来说，食用热蘑菇料理既能温暖身体，又能给身体带来滋润。接下来是第5种食材，青鱼、鳗鱼、尾鱼。在中医学中，青鱼被认为是补血、改善身体循环、增加活力的重要来源，因此被积极的食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开始关注疲劳感和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这时青鱼成为一种特别推荐的食物。青鱼、鳗鱼和尾鱼各有其功效相似，
但对于腹部感到寒冷的人，推荐食用鳗鱼；对于精力不足的人来说，推荐食用鲔鱼。当你食用生鱼片时，可以搭配葱、大蒜、芥末等调味品，以增强其温暖身体的效果。接下来是第6种食材——蛤蜊。蛤蜊具有平静心情的特性，有助于缓解情绪不稳定。如果您经常因为小事而感到烦躁不安，积极的食用蛤蜊可以给予心灵滋润。此外，蛤蜊还有助于缓解下肢水肿。如果你有寒凉体质且容易下肢水肿，可以尝试蒸煮蛤蜊等料理，增加体内的温暖作用。同时，添加辣椒、胡椒、花椒等调味品，进一步增强其温暖效果。接下来是第7种食材——虾。虾的身体呈弯曲状，并且长有长长的须，从而被视为长寿的象征。在中医学中，虾被认为是一种可以从根本上温暖人体的食物，尤其对下半身的寒冷和循环不畅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还有增进食欲的作用。另外，虾壳据说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尝试带壳一起烹饪。接下来是第8种食材——猪肉。在中医学中，存在着阴阳论，将事物分为阴和阳2个方面。阴阳的区分标准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根据它们对身体的作用。阳代表使身体运动和温暖的能量，而阴则代表被阳性活力所驱动的身体。比如，以汽车的引擎为阳，车身为阴来比喻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这个概念。猪肉被认为具有增强身体力量的作用。简而言之，猪肉是强身健体的来源。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感到精力和能量的衰退，因此建议积极食用猪肉。接下来是第9种食材——猪肝。中医学认为，当一个器官虚弱或者缺乏时，可以通过食用相同部位或者类似的食物来补充。所以，当血液不足时，建议食用猪肝。血液在维持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出现贫血，就会导致各种不适。持续的疲劳和虚弱是贫血的常见症状。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可以尝试食用猪肝来补充血液。此外，猪肝还被认为可以改善因老年眼疾而引起的眼睛干涩和眼睛模糊等症状。如果你有眼睛不适的问题，可以积极摄入猪肝。最后是第10种食材——羊肉。具有最强体温升高功效的肉类是羊肉。羊肉具有从内部温暖身体的效果，有助于促进消化功能。此外，还有疲劳恢复、膝盖、脚腰部的冷疼消除等效果。中医学认为，通过消除寒冷可以恢复身心疲劳。在现代医学中，保持身体温暖被认为可以增强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从而保持健康的身体。因此，建议将羊肉纳入日常饮食中。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